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酷泰科家的产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们以性价比著称，以高性能、低价格来横扫市场。一旦酷泰科出新品，那绝对是引起一波价格的厮杀。酷泰科就是有这么大的魔力。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款的10号超级闪充快2CEA 3口充电器的一个评测，它支持最高120瓦的功率，还有100瓦的 PPS 公版协议，非常厉害。喜欢咱们视频的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这个闪充快的外观。这一次我把这个颜色全部都弄齐了，一次性搞了4个回来，然后这一个是带线的包装，这3个是单充电头的包装。拿到这一个酷泰科的10号超级闪充快，一如既往的灰色的色调，这里是酷泰科氮化镓充电器的英文标识，120瓦2CEA， 经典的蓝色的酷泰科 logo， 这里是带数据线，咱们这一个包装是带数据线的一个版本，这是充电器的一个概念图片，然后这里是 GAN 3代的标识，这张图片是充电器的4个颜色的实拍图片，这是充电器的特色，120瓦 Max 快充，多口输出，小巧便携。这一个包装内部带有 1.5 米的6安数据线，这下面是产品的规格信息，底部是商品的条码信息。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4种配色：星云灰、银滩白、海湾蓝、落日橙。套装的话，官方售价是149，单充电头是129，也就是说这根线20块钱，1.5米长的 C2C 的线。酷泰科的数据线的质量大家都知道的，这一期我们也不测试了。看了这4种颜色后，我才知道原来充电头也可以做得这么漂亮。这个外观的话，很像酷泰科的15号，对不对？这个就是缩小版的15号 GAN 120瓦充电器，酷泰科的标识，15号一样的一块黑色的塑料，这上面有条形的纹理设计，方便我们拔插充电器。蓝色的边框作为一个点缀，让充电头的话看起来更加的美观。充电器也是折叠插脚的设计，这里一样的也有支撑条，让充电器插在插座上更加的稳定。这里还有个酷泰科的标识 ，USB-A 口内部的舌片为黑色，2个 Type-C 口内部的舌片都是蓝色。规格信息的话，产品的型号 AD1003， 制造商南京酷泰科技术有限公司。输入的话，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单口 C1 口 C2 口输出功率最高的话都是5安100瓦，还有一个20伏6安120瓦，这个是小米的私有协议的一个功率。USB-A 口的话，输出功率最高33瓦，这里是3C 认证，中国制造，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室内使用，双路绝缘。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281克，去掉包装盒，充电器连数据线一起重量244.5克，单数据线的重量42克，单充电头的重量202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充电器的高度73毫米，宽度的话57毫米，厚度是32毫米。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进入正式充电之前，我们来先检测一下它3个充电口的充电协议的情况。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1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QC3 加5伏、9伏、12伏、3.6至12伏 ，PD 3.0 的100瓦 ，PPS QC5。PD 3.0 点进去，一共5个固定档位，最高20伏5安的100瓦，有2个 PPS 的档位，5伏至11伏的5安，这个很不错啊。还有一个 PPS 5至20伏的5安，也就是100瓦。小米的私有协议的话没有显示，但是酷泰科的产品你不要担心，它就是支持小米的快充的。Type-C 2口的协议跟 Type-C 1口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 ，QC3 加 PD 3.0。PD 3.0 点进去的话，固定档位5个，也是100瓦，然后 PPS 5至11伏的5安 ，PPS 5至20伏的5安，跟 Type-C 1口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 USB-A 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它有33瓦的融合快充。5至11伏3安33瓦 ，FCP 的话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24瓦 ，SCP 档位5.5至10伏的20瓦功率，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也是24瓦 ，QC 3.0 的5伏、9伏、12伏，3.6至12伏，然后 DCP 和 Apple 2.4，这是基础功率。
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我们首先还是用小米的手机，这一个是红米 Note 13 Pro 加，这个手机可以支持120瓦的充电。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4%，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直观。可以显示120瓦的充电图标。这一个红米 Note 13 Pro 加电已经充满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从14%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是用了也就是40分钟吧。然后我们看一下最高功率啊，最高功率真实功率96瓦的功率，只持续了30秒钟，然后持续的降到78瓦、70瓦，然后再降到51瓦，然后持续的下降功率，一直降到在27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到充满电。看这个充电曲线图是不是很明了？从手机的话，这个充电器温度不高啊，最高温度的话只有40.8度。手机的话考验不出这个大功率的充电器的温度。这一部手机是荣耀100，它可以支持大功率的 PPS 快充。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给它充电的话有多少功率，可以显示 Max 100瓦的标识，而且还有小数点。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0%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功率43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7分多钟时间，然后降为37瓦的功率，持续了2分钟左右，然后再降到33瓦的功率，充了4分钟左右，然后再降到30瓦的功率，一直充到90%，才逐渐的下降功率。从10%几的电到充满电，一共花了41分钟，这个充电速度是非常的快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温度43度，这个温度也不是很高啊。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就是26度的样子。这一部手机是 OPPO 的 K12， 这个是支持融合快充的。我们来看一下功率的情况。目前这个手机还有3%的电量，现在融合快充33瓦的功率，起始功率是23瓦。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 OPPO K12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融合快充的一个充电曲线图。逐步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从最初的23瓦的功率，充到最后的27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90%，然后开始逐渐的下降功率。整个充电时间一共只花了55分钟时间，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的温度图，最高温度的话，也就是47.7度，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了，刚刚是26度。这一部手机是 vivo 的 S18。它既可以支持融合快充，也可以支持 PPS 快充，我们就用这个手机来测试 PPS 吧。这个充电器如果是要融合快充的话，用 USB-A 口；用 PPS 的话，就用2个 Type-C 口都可以。可以显示 vivo 的快充标识，功率的话可以攀升到33瓦左右。我们直接采集这个手机的数据。这个 vivo S18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功率34瓦的功率。大家看一下，只持续了1分多钟时间，然后降为32瓦的功率，大概持续了6分多钟。6分钟以后，平均功率大概就是22瓦左右，一直到充满电。从13%的电充到100%的电，这个充电器只花了大概42分钟左右，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只有42.5度，我们室内的温度27.5度。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我们用这一个12 Pro Max，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12 Pro 已经充到80%的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又是一个拉高功率的一个曲线图啊。充电时间的话很快的，从没有电充到80%，一共用了48分钟时间。20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25分钟，从第12分钟开始就开始强拉功率，故意的把功率拉高，在27分钟的时候功率被拉到19瓦，然后在37分钟的时候功率就降为14瓦的功率，充到80%就逐渐的下降功率到5伏的基础功率。这个充电曲线图只有3个阶梯，苹果正常的充电器的话大概要55分钟左右，这一个仅用了48分钟。我们看一下温度，从苹果手机最高的温度也就40.6度，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6.5度。三星手机的充电测试，我们就用这一个 Note 10加，启动的是 PD 3.0 29瓦，真实功率的话28瓦，现在已经攀升到34瓦左右的功率了。
超级快充 2.0，1小时3分钟可以充满电。因为我们这个是个老款的 Loto 10加，如果是新款的 S23、S24 的话，它有 PPS 11伏5安的档位，支持到40瓦左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咱们这一个6万毫安的一个充电站，就是强拉它的100瓦的功率，已经持续运行了1小时48分钟。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45分钟 PD 100瓦，真实功率是90瓦的功率，一直持续运行。在45分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温度图，直接涨到了66.8度，然后这个充电器就启动过温保护，把功率降到了72瓦，一直持续运行到现在。温度保护启动的很及时，72瓦的功率，温度的话就一直在65摄氏度左右，一直持续的稳定的运行。充满电以后，温度就逐渐的下降。我们今天的室内温度28.5度，这个充电器满功率运行，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涨得还是比较快一点的，但是过温保护启动的很及时，表面温度上了66.8，它就立马降功率。咱们这一个充电站是60瓦的一个充电站，已经持续运行了2小时13分钟时间，现在还是53瓦的功率啊，没有一点点降功率的样子。大家看这个充电曲线图，很足的功率，持续运行2小时13分钟时间。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稳定了，我们才停下来的。最高温度58.8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也就是27度，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在60瓦左右的功率的时候，在我们室内使用的时候，就不要担心它温度高的问题了。这个多口功率分配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仔细的测试一下。我们先启动 Type-C 一口的100瓦功率，实际功率在95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我们看一下 Type-C 一口会不会断流。Type-C 一口不会断流，但是功率的话会下降，变成 PD 65瓦功率，真实功率在62瓦的样子。这一边的话就是 PD 30瓦的功率，真实功率在26瓦的样子，总功率也就是100瓦。我们拔下 Type-C 一口， Type-C 2口也不会断流，但是它会重新分配功率，变成 PD 100瓦，真实功率在90瓦左右。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一口，它又重新变成30瓦的功率，这一边的话还是65瓦的功率，总功率的话始终是100瓦。Type-C 一口跟 Type-C 2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Type-C 一口走大功率 PD 65瓦， Type-C 2口走小功率 PD 30瓦。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Type-C 一口加 USB-A 口它的一个功率分配的情况。先启动 Type-C 一口的100瓦功率，真实功率95瓦的样子。然后我们接上 USB-A 口，不会断流，但是会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2瓦，也就是 PD 65瓦。然后 USB-A 口的话，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这一个是 vivo 的 Z7， 功率的话在15瓦的样子。然后我们拔掉这一个 PD 65瓦的 Type-C 一口，这边也不会断流，功率的话就变成了23瓦融合快充。我们再接上 Type-C 一口，这边的功率就变成了15瓦。然后这一边的话变成 PD 65瓦，真实功率62瓦。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2口加 USB-A 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C 2口的 PD 100瓦，真实功率95瓦。然后接上 USB-A 口，接上去功率还是只有15瓦的样子，这边还是不会断流。同样的变成 PD 65瓦，真实功率62瓦左右。我们拔掉 Type-C 2口， USB-A 口也不会断流，功率的话就会变成融合快充33瓦，真实功率23瓦。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 USB-A 口马上就变成了15瓦，这一边的话就是65瓦的功率。我们现在来测试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功率分配的情况。先接上 Type-C 一口的大功率 PD 100瓦，真实功率95瓦。我们再来接上 Type-C 2口， Type-C 一口不会断流，但是会重新降低到 PD 65瓦的功率，真实功率62瓦。这一边的话就是 PD 30瓦，真实功率26瓦。我们再接上一部手机，接到 USB-A 口，启动 UFCS 融合快充，也是只有15瓦的样子。3个充电口同时用的话， Type-C 一口就变成了 PD 45瓦，真实功率在43瓦的样子。
Type-C 2口的话还是 PD 30瓦 ，USB-A 口就是融合快充33瓦，实际功率只有15瓦。我们随便拔掉一个充电口，我们拔掉 Type-C 2口，一样的它是不会断流的。我们再插上 Type-C 2口，一样的不会断流 ，Type-C 1口的功率就会降低。我们拔掉 USB-A 口，同样的 Type-C 1口和 Type-C 2口都不会断流。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随便你拔插哪一个充电口，它都不会断流，它只会重新分配功率。规则是100瓦，总功率不变。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它的转换效率的数据和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数据。220伏60赫兹的状态，插电瞬间的峰值功率它有2点几瓦，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它一直就是稳定在0.6瓦。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在220伏60赫兹的电压下，平均待机功耗0.6瓦。5伏3安15瓦的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端18.3瓦的功率，这边直流14.2瓦的功率，折算下来转换效率78%。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31.6瓦，这边直流26.2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3%。12伏3安36瓦的功率，220伏输出端40.2瓦，这一边直流35.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15伏3安45瓦的功率，220伏输出端49.6瓦，这边直流输出44.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20伏3.25安65瓦的功率，220伏输出71.8瓦，这边直流63.9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9%。20伏5安100瓦的功率，220伏输出109瓦，这边的直流输出97.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现在我们就是测试110伏的状态，110伏插电浪涌功率在1.5瓦左右，后面的话就一直稳定在0.2瓦的功率，这个待机的功率非常的低的啊。5伏3安15瓦的功率，110伏输出17.9瓦，这一边直流14.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79%。9伏3安27瓦的功率，110伏输出端30.9瓦，这一边直流输出26.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4%。12伏3安36瓦的功率，110伏输出端40.9瓦，这一边直流输出35.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6%。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端50.8瓦，这边直流44.1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的功率，110伏输出端71.8瓦，这边直流63.8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20伏5安，也就是最高功率100瓦的时候，110伏输出端110.7瓦，这边直流输出97.3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9%。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我们直接测试它6个档位的一个负载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的功率，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仪表的图，41.8毫伏，这是5伏3安15瓦的功率，没有超过50毫伏啊。9伏3安27瓦的功率，它文波最高的时候32.3毫伏。12伏3安36瓦的功率，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文波的图，最高的时候45.6毫伏，表现相当不错的啊。15伏3安45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32.9毫伏，这是45瓦功率的时候。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功率的时候，这是一个中功率输出了，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只有27.4毫伏，非常极品了，这是中高功率。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最高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大家看这个仪表的界面，最高文波29.5毫伏，非常极品啊，全部的文波都是在50毫伏以下，这就是一个极品电源该有的样子啊。这个酷泰科新款10号超级闪充快测试下来，它几乎支持市面上所有的新款手机的快充功能，当然支持最好的
就是米家设备，苹果设备更不在话下。除了华为手机没有放开私有协议大功率，其他品牌的新款型号用户放心入吧。这个充电器大功率测试，温度保护介入非常及时，功率充足，多口同时使用不断连，平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6%以上，电能利用率极高，交流文波控制没有超过50毫伏，极其到位，属于极品电源。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啊！咱们的这一期视频有点长，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